柔能胜刚是很明显的道理啊。老子是一个神秘的人物，关于他的出生有一个神话故事，在《史记正义》中引述《玄妙内篇》说，老子的母亲在吃下一个李子后感孕而怀有老子，但老子却非怀胎10月出世，而是在母亲体内81年才瓜熟蒂落。他的母亲并割左腋而生老子，也因为在母体81载才出生，所以面貌就像一个老人一样。名与身孰亲，身与祸孰多，得与王孰病，是故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后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名和生命比起来，哪一样亲切呢？生命和获利比起来，哪一样贵重呢？得到名利而丧失生命，哪一样为害呢？因此，过分的爱名，就必定要付重大的耗费。收藏财货太多，就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。知道满足，就不会受到屈辱；知道适可而止，就不会带来危险。人应爱惜身体生命，不应过分追求名利。得到名利而失去生命，是得不偿失的。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；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祸莫大于不知足，救莫大于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战争的起因大半由于侵略者的野心勃勃，贪得而不知足，结果侵人国土，伤人性命，带来无穷的灾难。老子指出，统治者多欲而生事的祸害，警惕为政者当清静无为，收敛侵占的意欲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，意思是天下不行德政，而行王权霸道，所以战争连年，战马也要在战场上产子，亦可反映出当时兵荒马乱、互相杀伐的惨烈情况。天下有道的时候，人人知足知止，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。战争绝迹了，战马也没用了，只好用来耕田。天下无道的时候，人人争名逐利，国与国之间战争不断，所有的马都用来作战，母马都得在战场上生产。我国的国土实在太小了，可是你看邻国的国土却非常的大呀。已经够大了，不要贪得无厌了。不，太小了。出兵攻打邻国，夺取国土。天下的灾祸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了，天下的罪过没有比贪欲更大的了。所以，只有知足这种满足，才是永久的满足。人人知足，天下就太平了。不出户知天下，不窥有见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万事万物的原理，并不在远不可及的地方，它就在我们心里。若能内观反省，除私去欲，不出门也能知天下的事，不望窗外也可明了自然的法则。走出大门越远，知道的事理也就越少。所以圣人不外出远求，天下的事理都可以明了。
不造作施为，万物就可以化育生成。心灵深处是透明的，像一面镜子，应净化欲念，清除心里的壁障，去了解外物。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，取天下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求学一天比一天增加。我在书本里学到的知识和见闻，已经增加了不少了。求道却一天比一天减少，减少又减少，一直到无为的境地。如能不妄为，那就没什么事情做不成的了。治理国家要常清静，不扰攘。至于政举繁苛，就不配治理国家了。为学只能增加天欲，因此虚伪百出，扰烦众生。求道损之去欲，内心既清且虚，外在自然无为无事了。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善者无善之，不善者无亦善之，得善；信者无信之，不信者无亦信之，得信。圣人在天下，熙熙焉，为天下浑其心。百姓皆助其耳目，圣人皆孩之。圣人没有成见，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。善良的人，我善待他；不善良的人，我也善待他。这样可使人人向善。守信的人，我善待他；不守信的人，我也善待他。这样可使人人守信。圣人在位，收敛自己的意欲，使人心思化归于混沌。百姓都凝视静听，如痴如愚，圣人都把他们当作婴儿一样的爱护。理想的智者收敛自我的意欲，不以主观厘定是非好恶的标准，应以善心诚心去对待所有的老百姓。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人之生，动之于死地，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后，盖闻善射生者，陆行不遇四虎，入军不备甲兵。四无所投其脚，虎无所用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无死地。人出生后能够长寿的有3/10，短命夭折的有3/10，本可以长寿而自己跳入死路的也有3/10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奉养太后，享受太过了。听说，善于养护生命的人，在深山里行走，不会遇到犀牛、老虎的攻击；在军队中打仗，也不会遇到兵刃的伤害。犀牛虽凶，但对他却没有办法用他的脚；老虎虽猛，但对他却没有办法用他的爪；兵器虽利，但对他没有办法用他的刃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善于养生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能伤害他。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不知有多少无形的西湖甲兵，例如声色获利、骄奢淫逸、放避挟持。如果稍一不慎，就会招来祸害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心安神静、谨言慎行，不争强好胜，就不会受到伤害了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
错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谓玄同。故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贵，不可得而贱，故为天下贵。智者晓得道体精微奥妙，所以勤而行之，不敢多言。整天喋喋不休的人，根本不明白道。不露锋芒，消解纷扰，含敛光耀，混同尘世，这就是玄妙奇同的境界。完全超然物外，淡泊无益，既无法和他亲近，也无法和他疏远。既无法使他得利，也无法使他受害，无法使他高贵，也无法使他低贱。修养到达这种境界，才是天下最了不起的了。理想的人格形态是错锐、解分、和光、同尘，而到达玄同的最高境界。老子名称的由来，原来也有一个传说。在《史记索引》中，葛玄提及，老子的母亲在一李树下生了老子。当老子刚产下，也懂得说话了，他指着旁边的李树，并且说要以李作为自己的姓氏。就是这样，他便唤作李耳。另一个说法则指，老子一出世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了，所以他名为老子。其实，关于老子的传说众说纷纭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就是老子一直备受统治者的爱戴。在西汉初年提出的黄老之治，就正是以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为基本，在全国推行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，使人民在连年征战后迅速复原。可见老子思想的可取之处。以政治国，以其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，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天下多忌讳，以民弥贫，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，人多技巧，其物滋齐，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故圣人云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以清净之道治国，以诡奇的方法用兵，以不搅扰人民来治理天下。我怎么知道会是这样的？从下面这些事端上可以看出来，天下的禁忌越多，人民越陷于贫困。禁止私自游行，禁止非法集会，禁止胡乱说话，禁止胡乱讨论。政府的权谋越多，国家越陷于混乱；统治者的技巧越多，邪恶的事就会连连发生。出兵进攻邻国。是。
法令越森严，盗贼反而不断的增加。所以圣人说我无为，人民就自我化育；我好静，人们就自然上轨道；我不搅扰，人们就自然富足；我没有贪欲，人民就自然朴实。